最近浪姐的视频超级火啊，铺天盖地的。然后我呢就看了2期切片，一期呢是心愿便利贴，一期是帮帮 girls， 超级真实，要么就跑到姥姥家，要么就是舌头打结，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啊，一方面大家觉得好难听呀，但另外一方面评分很高。虽然有人质疑节目组不公平，我看挺能反映民意的。你看这些热门视频当中，常常能看到他们，而且还有好多的二创。也就是说，当我们可以接受这些有瑕疵、不完美的一些表演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些东西憋得太久了。所以今天想聊聊这个话题，就是明明它有那么多问题，但为什么还这么受欢迎？那这次赛事跟往期的赛事相比，它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全开麦不修音。这个在以前相对不多。那我想先聊聊这个修音。这个修音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个叫做安迪·希尔德布兰德的美国工程师发明的。这个人呢，当时在一家石油公司上班，就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他上班呢，就是研究一种算法，叫自相关，向这个地下发射一种声波，通过反射回来呢，去分析哪个地方有石油。后来呢，就安迪离职之后，有一次聚餐，就有人开玩笑说：“你懂这么多信号处理吗？那你能不能发明一个机器，让我们这些唱歌跑调的人也能唱准？”那安迪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商机，我做地下分析的这个算法也可以拿来处理人的声音。于是呢，就大名鼎鼎的修音软件叫 Auto-Tune 就诞生了。那他怎么做呢？他就是把歌手的这个声音输入进去之后，软件就能识别出他的音高是什么样的。只要你的音高和那个绝对音高有差异，算法呢就会自动纠正，把它拉平。甚至你唱歌当中有一些情绪化的一些颤音，它也会给你都处理掉。这就是我们过去20-30年听到的这些声音，就很干净完美，包括一些很人性化的部分也会被处理掉。但问题呢是，技术归技术，为什么这些资本和社会企业就选择了这种技术？因为对决策者来说，他想得很明白，人的不确定因素很大。你作为一个歌手，你的状态可能是不稳定的，比方说你忘词，或者是唱歌破音等等。那么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它特别需要有一种能够批量复制、品控稳定的方式。那最好我就是把你的不确定因素都给你剔除掉。那这个事情呢，我就想起来在音乐史上有一个知名事件，就是米利瓦利尼事件。这个呢是当时在1990年的时候红极一时的一个双人组合。那当时呢，他们在 MTV 上面做一个全球直播的演出。歌手呢，他台风非常有感染力啊，舞步也非常的狂野，他肌肉线条也很漂亮。但唱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好死不死，他背后那个伴奏带卡壳了，就是一句声音一直在反复的放。到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你们之前拿了格莱美的最佳新人奖，搞了半天你的专辑和演出根本都不是真唱的。后来才知道，这个制作人呢，就是看中他们的外形，找了几个长得普通但是声音非常好的幕后歌手来录音，就相当于双簧。那这个事情就败露之后，格莱美组委会就收回了他们的奖杯。那表面上看起来是这2个歌手还有背后的公司在欺骗观众，但实际上就是你要制造神话，你就不能出错。所以到了2026的这个舞台，就当他们那第一句也是一天一天出来的时候，就唱得不准嘛，你反而觉得他是真人唱的，你会觉得像个活人，反而听上去还挺开心的。那这个背后会有一个秘密，就是人类本身是喜欢有瑕疵的。这个有一点反直觉，因为大多数人觉得人是喜欢完美的。那之前会有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是1966年的时候，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尼奥特·阿伦森做的一个实验。他这个实验呢是让实验者去听2段录音，这个录音呢是2个去参加竞选的大学生。第一个呢，他表现非常好，履历呢也很优秀，回答的呢就没有问题。第2个学生跟第一个是一样的，也很优秀，但是他在录音最后结束的时候啊，就忽然手忙脚乱啊，好像把什么东西打翻了。然后他传来那个声音就是抱歉，我把咖啡打翻到衣服上面去了。那阿伦森呢就让这受试者给这2组人打分，就超出意料的发现，把这个咖啡打翻的学生，他的好感度要远远超过第一个那个完美的学生。这就是后来很知名的出丑效应。当然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像倪小冉呀、唐艺昕虽然唱的不太好听，但是她长得实在美丽啊，包括王蒙奥运冠军嘛。是的，你像阿伦森的这个实验，那个打翻咖啡的实际上他也是个学霸，本身呢就很优秀。但我想的是，难道你不优秀吗？
你看现在社会非常的卷哦，市场关系也非常的复杂，人情世故还有很多观众你要照顾家庭带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愿意抽出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些很深的认知，你本身也很优秀呀。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真的是优秀而不自知，或者把完美当作优秀的及格线。那说回刚才这个研究你说这个研究背后的心理学的机制是什么？就为什么有瑕疵反而让人喜欢？那2011年的时候，当时消费者研究杂志呢就做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当时由斯坦福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共同主导。这个研究呢就专门是推销同一款登山靴，他把这个登山靴的广告呢就发给2组实验者。第一组呢，他看到这个广告就是完美的介绍嘛，说这个靴子都是优点。第二组呢，跟第一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最后附带了一个小的缺点，就是说这个鞋的包装盒会有一点破损。然后呢，就问这2组人的购买意愿，结果就没有想到第2组的人比第1组的人购买意愿要高得多。那学者就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叫瑕疵效应。为什么呢？因为完美在我们人的潜意识当中是危险有陷阱的。比方说你去买一个商品，去看它的商品介绍，完美无缺，或者说了解这个人人设非常的好，你会觉得他背后可能是假的有陷阱的。而这个瑕疵本身就相当于就告诉你可以放下心来了呀，你看我是真的，我也没有骗你，没有伪装。所以人喜欢的可能不是瑕疵本身，而是这个瑕疵背后的真实性，就相当于这个瑕疵是我人和人之间相互信任的一种投名状。而且这种机制非常厉害，就远远不只是去购物消费这么简单，它甚至可以干预到政治。我说一段史实这个史实是1961年的时候美国真实的历史。当时呢，美国的总统呢是肯尼迪，他遇到了一个执政危机，就是猪湾事件。因为当时美国策划古巴流亡者入侵，结果3天时间全军覆没，1000多人被俘，这美国的颜面扫地。那个时候肯尼迪呢上任呢也才3个月，又那么年轻。按照美国的政治传统，那这种情况下你要么就甩锅嘛，什么中情局你们信息不准确等等，要么呢你就要找各种话术来掩饰自己的问题。但是肯尼迪没有他在全国电视讲话的时候就面对全体国民就坦诚，是我误判了，确实是我犯了错，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那按理来说，他的反对党肯定就要说，那你都犯错了，那你就下台呗，因为你能力不够嘛。但是结果很意外，事后呢，那个盖洛普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就去了解肯尼迪的民意，就发现肯尼迪的民意支持率不跌反升，飙升到了82%。82%是非常高的数据。你要知道，比方说像特朗普4月份的民调大概是30%几，拜登的任期平均大概是40%几。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就是民众觉得你很坦诚，你是一个有担当的人，有错就承认嘛。媒体呢又觉得你很有勇气，到后来连反对党也不好穷追猛打，因为你再打他就相当于你不爱国嘛。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完美会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给推远，但是你有瑕疵的人相当于在关系当中开了一扇门。那你说是不是我们不喜欢完美，是因为人本身这个物种的独特之处？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如果你去看更大的领域，你会发现天道本身也不喜欢完美。我讲一个生活上的细节，就大家去超市里面买那种西红柿，就现在西红柿真的包装好漂亮，2个或者4个一个的，而且都是通红的。但你拿回家如果想当水果吃，就真的不好吃，没有什么水分，干巴巴的。那为什么现在的西红柿越来越好看，但是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那这个事情呢，还真有学者研究。2012年的时候，科学杂志就发表了一项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就发现呢，这个农业育种的专家心很好呀，就是为了让这个番茄的卖相上要好看，于是呢，他就长期筛选，找出一个特定基因变异的一个品种。那这个基因变异的话，它可以让番茄在熟的时候呢，可以100%的红透，因为你看自然成熟的番茄，它多少会有点青嘛。但是你这个基因的代价就是它让番茄不够甜，不够香。所以你看我们城市里面的人真的是就为了颜值好看，那些丑的水果蔬菜卖不掉嘛，那你要它好看，那对不起，那就是代价是金玉其外。所以你看这背后的天道，就是你要外表完美的话，你内部的生命力就会凋零掉。
那到了动物这个方面，其实也会是这样的。比方说动物的大脑，你看我们现在如果用计算机的话，你给什么指令进去，它的输出值一定是按照你的规则来的。但是动物的大脑不是的。比方说像我们人类的大脑，它本身也算是胡乱拼凑的。因为一开始人是爬行动物的时候，它里面是一个爬行动物脑，后来就不断的进化成了哺乳动物，于是它上面又叠了一个哺乳动物的脑，后来又发展到灵长类到人类，它在外面又糊上了一层这个大脑皮层。那这里面的神经元线路它其实就一团乱麻，如果用程序员的话来讲就是代码使杀，反正能动嘛，那你就不要去改它了。我小的时候去动物园啊，我特别喜欢有种动物就是孔雀，特别是那种雄性孔雀，一开屏的时候非常漂亮。但我后来就在想个问题，你说这孔雀长个尾巴在生活实战当中没有用嘛？就是又不能战斗，又不能储藏能量干嘛的，按理说你在进化的过程中就应该被淘汰掉，不然你天敌来的时候你跑又跑不掉，还特别惹眼。我后来还真的去查资料，就发现有这方面的研究。这个是在1975年的时候，以色列的一个生物学家叫阿莫斯·扎哈维提的一个理论，叫做差点原则，也有人叫它叫累赘原则。他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孔雀虽然长的这个尾巴本身没有用，但是呢，你看我就顶着一个有累赘的东西，还能活蹦乱跳的活到现在，就相当于在告诉周围的雌性孔雀，你看，那我非常牛逼呀，我是个强者呀，我可以带着累赘还能活。你看，连动物本身它都需要有瑕疵，甚至连那个死物它也是这样的。大家知道吗？如果一个乐器要达到顶尖水平的话，它必须要有瑕疵。比方说这个小提琴，世界上最知名的小提琴呢，是17世纪意大利工匠制作的，叫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这个小提琴的音色呀，超级美，每一把呢都价值连城。那几百年的时间，大家都想去仿造它，那你就要去破解它是怎么做出来的。但是呢，就发现如果按照它的做工1比1去打造，而且用最好的木材，用最精密的工艺去复刻，就是不行，就做出来声音很大，而且很死板，就没有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这种情绪上的感染力。这个事情呢，就一直到后来被麻省理工学院的声学工程师所破解。他们怎么做呢？就把这个小提琴放到那个 CT 扫描仪当中，一层一层的去扫。那扫到最后就发现，你如果站在一个工业品的角度来说，你根本就不合格。为什么呢？首先，你这个木材选料就不好，它那个密度是不均匀的。其次呢，那个琴面板上的音孔又不对称，连那个琴箱内部因为是工匠手工雕刻的嘛，那你雕刻就会手抖，手一抖的话，上面有很多粗糙的刀痕。但就因为有这么多瑕疵和小问题，反而它声音就不会这么呆板，就变成了一种蛮复杂的又很有感染力的一种很特别的声音。所以你大家去听现在用 AI 合成的这种音乐你会发现它跟真人听起来就是不一样，因为它就很完美，就不会有音调各个方面的问题。而真人去唱的过程中它是有瑕疵的。比方说我很喜欢听小霞的一首歌叫做《我的美丽》，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是听到流泪，就是被它感动，特别是它当中有那种像要破掉，或者说它当中有的一些沙哑的一些音色，反而觉得让我很受触动。那其实关于不完美的接纳，我觉得禅宗这方面是蛮有智慧的，这个也一直影响到了后面的日本的一些文化。在16世纪的日本呢，有一个茶道的宗师叫做千利休。就有一天呢，千利休让他的徒弟去打扫这个庭院，这个徒弟呢又非常认真，就把庭院打扫得一尘不染，连这些杂叶枯枝全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收拾完了之后呢，他就请那个千利休来看一看，那师傅你是不是满意了？那按理说你打扫得这么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结果千利休跑过来呢，他就不说话，然后跑到那个庭院当中，看到那个树干去这样晃了一下，一晃的上面那个叶子不就掉下来了吗？就掉到他刚刚打扫干净的青苔上面。然后千利休就看着这几片落叶说，这才是真正的美。这就有点像东方智慧当中的残缺美。你像上海这边到每年的秋冬季节的时候，全市会选几十条马路去实行叫做落叶不扫，就是说你这个季节去看的时候，这些落叶什么银杏梧桐叶在地上那种金黄的颜色确实很漂亮，是一种美景。所以你看天道本身它就是喜欢不完美的。那回到我们工作当中比方说写个材料里面有瑕疵嘛，
犯了个错，或者是准备好了演讲稿，结果汇报的时候紧张，忽然结巴忘词了，那又怎么样呢？这不就证明你很优秀吗？你特别完美吗？就因为你完美，所以你有瑕疵。但是我觉得这个背后呢，有个问题就是，既然天道本身喜欢有瑕疵，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在社会生活当中反而要追求自己很完美呢？那就这个问题呢，我做了一些研究之后，发现有好几层的原因。第一层啊，就是工业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现代管理学的诞生。在1911年的时候，当时弗雷德里克·泰勒呢写了一本书，叫做《科学管理原理》。那他呢后来成为了现代管理学之父。当时啊，他在那个伯利恒钢铁公司做了一个实验，叫做生铁搬运实验。他就要通过规定啊，让每一个人的这些动作细节来提升生产力。泰勒呢，他当时在工厂挑选了一个荷兰裔的工人，叫做史密斯。这个搬运生铁啊，实际上你本来不就很随意的嘛，就搬起来然后拿着就走，看感觉走。但是泰勒说这样不行，因为你动作不够规范化，一旦不规范，你就会有一些无效的动作。那对于我工业生产来说，我觉得你就浪费了时间。于是呢，他就把搬运生铁就分成一个一个的动作，你什么时候要去弯腰，什么时候拿起来，怎么拿，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就连停下来休息都给你规定好时间。然后呢，就拿起一个秒表在旁边计时，就算你完成每一个动作要几秒钟完成，然后把它尽量的去优化，然后固定下来。那就通过这种方式啊，真的大大提高了它的生产效率。这个史密特每天的搬运量本来呢一天大概是12.5吨，通过这样一个改造，就还是同一个人，他提升到了47吨。哇！当时看了之后我说，怪怪，这看上去简直是奇迹啊！但问题就是，你让工人做这么死板的 SOP 的操作流程，那就意味着你这个工人是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从此以后，这个人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了，那就被异化成了一个流水线上的零部件。就像你一个机器不能有故障，那如果你这个零部件有问题，我就把你换新。所以你看，直到我们现代啊，这个企业管理里面，其实它底层的逻辑还是这一套。我去生产车间里面去看过这些蓝领工人装配的东西，比方说他在那个零件盒当中拿零部件的时候，他都不能一个手这样去拿，就规定好你必须双手去拿，来提升你的速度。哪怕你就做一个都市白领的话，你照样不也是要什么打卡软件、什么 KPI 考核、OCR 管理，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种工业化管理的背后，为了追求效率，它是不能容忍瑕疵的。所以就逼得人们不敢去犯错，因为你要犯错的话，你可能就被裁掉。那这种事情，你如果站在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的话，长达100年的规训一定会对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产生创伤。所以当时在1911年的时候，心理学家休伊特和弗莱特呢就写了一篇论文，他们就研究这个完美主义，就发现呢，真正让现代人焦虑抑郁的，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完美，而是它背后有一个心理机制，叫做社会规定性完美主义。这个说大白话的意思呢，就像这个社会呢会强制给我们灌输一个叫好孩子木马病毒。这个病毒呢会产生人一种情绪，就是你会坚定的相信你周围的人，你的老板呀、伴侣呀，就整个社会对你都有一种非常高很严苛的期待。如果你不完美的话，周围的人就会看不起你，你会被社会抛弃掉。所以你看起来我们是在追求这种完美，但实际上是在追求在这个系统当中是安全的。而为了要能得到这种安全感，那代价就非常大呀。这个跟我们人类啊心理底层的逻辑是有关系的。比方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呢，他提了一个概念叫做有条件积极关注。就你回想一下你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绝大多数的人的童年是没有得到过无条件爱的。比方说你爸爸妈妈对你生活上是很照顾，但是他会有条件。比方说你考试考得好啊，你平时很听话，他对你有好脸色，对吧？但如果你考试考砸了，或者是你不听他的，那他可能就会很严厉的去批评你，有的还会打孩子。那这样对一个孩子来说呢，他就会形成一种信念，就是如果我犯错了，我就会失去爱。那如果失去一个爱，对孩子来说，那天就塌了呀。等到长大之后，你带着这一套信念走上社会，你会把老板当父母，你自然就会小心翼翼呀，因为你就会想，我发微信有没有说错话啊？我写邮件字斟句酌
啊。特别是我以前想到我有些同事写那个会议纪要能写一天，真的是反复检查，生怕犯错啊，该不该记这一句或者怎么说。所以看上去我们是很成熟的职场当中的人，但是在潜意识当中啊，我们跟那些考试没及格就拿着试卷在家门口不敢进去的小朋友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聊到这个地方啊，就大家为什么对李小冉、唐艺昕、王蒙啊他们就舞台上明明跑调手忙脚乱，反而他就能拿第一，大家就能够去接纳、能宽容、喜欢他，因为他们在帮我们做了我们想做不敢做的事情。你想啊，这样一场大型的节目，打扮这么精美，这些明星当着大家的面这么坦荡的唱歌跑调啊，跳舞跟不上节奏还忘词，然后你会发现又怎样呢？就跟我们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觉得与其说大家把票投给了李小冉，不如说是在潜意识深处我们终于宽容接纳了那个不敢犯错的自己呀。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要比大家想象的意义和价值要大得多。它作为一种社会级的现象，就是大家终于达成了共识，就原来搞砸了又怎么样呢？天又不会塌下来，原来不完美也是可以值得被爱的。所以当时看到这个现象之后，我是很感动的，就不是为台上的这些明星感动，而是为社会上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终于开始觉醒了，终于开始接纳我是可以不完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真的会成为社会文化转变的一个重要事件。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拥抱不完美。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探讨 AI 时代，我相信到了2026年的今天大家应该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降临了。就算你做的不是 AI 这个行业，你都能感受到 AI 对千行百业的冲击。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人如果还想去追求完美，你肯定比不上 AI。甚至我看了一些前沿的科技研究啊，做 AI 的公司也在让 AI 学习人的瑕疵。比方说我看了谷歌之前申请的一个专利，它是关于语音合成技术的，就是它在教 AI 你怎么在说话的时候要插入呼吸的声音。就是他找了很多的工程师，花很多的钱，本来你这个语音合成已经很完美了，但是可能要故意插入一些什么结巴呀、停顿啊、语气词啊这些失误。你不觉得很荒诞吗？就是机器在今天要学人怎么犯错，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活人，而我们这些活人还天天想着怎么样掩饰自己的瑕疵，装作很完美。也许在未来一个有瑕疵、接受自己瑕疵的人，才是 AI 时代它与众不同的特质。就一个人他明明有缺点，但是仍然可以爱自己，这样一种心理健康的人，将来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学业当中，这是他能够胜出的重要特质。那聊到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想了解一下，就是道理我是明白了啊，就是要拥抱不完美嘛。但是呢，我要怎么做？因为你不是讲了道理，我马上就能够去转变的。那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心理治疗的流派，这个是心理学当中一个蛮特别的流派，它很受禅宗的影响，这就是森田疗法。这个森田疗法呢，是100多年前当时的日本的精神医学家叫森田正马，他在临床的实践当中提炼出来的。它是一种疗愈完美主义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那核心理念呢，就是要顺其自然，为所当为。比方说我今天上台要做一个重要的讲话，或者是参加一个重要的面试，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在心里面都会告诉自己，我不要紧张嘛，我不要手抖。但实际上没有用，因为你越关注那个紧张感，你越会紧张结巴。而森田疗法的核心就是我放弃去控制这些，就我带着紧张，我说话可能就是颤抖的，但只要我上台把这个话讲完了就好了。因为允许症状存在本身就是疗愈。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李小冉他们上台演出的这个事件对他们自己也是很有疗愈的。就是他虽然跑调慌乱，但是他把整个演出完成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的生命力展现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认可和自信也是会被疗愈的。那我们在具体的生活当中要怎么做呢？我觉得可以去使用认知行为疗法当中的一些法门。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同事的群里面或者跟朋友发语音短信的时候，就是你已经发出去了，但是要忍不住把刚才发的那个语音要再点一下，我要听一听，检查一下我刚才说话是不是得体，有没有说错话什么的。
那如果你有的话，你就要克制一下，我就把手机关掉啊，我不要去听刚才重复的这些话。比方说，有的时候工作群里面来了一个消息，但又不是特别紧急的，大家有的时候会赶紧想着怎么去回答。你可以故意等上个5分钟、10分钟，我去倒杯水，然后再慢慢回复。还比方说，你下楼扔垃圾的时候，或者到家门口买瓶水，你就穿着睡衣出门，就不梳头、不洗脸，邋邋遢遢的，坦然的走在小区里面。你不要去看这些行为，看上去好像很小不起眼哦，但实际上它是在潜意识层面悄无声息地改变我们的潜意识。因为你在行为上面做了一些所谓的不完美的事情，而你的行动会验证告诉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错话又怎么样呢？我挽回一会消息又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你穿那个睡衣出过门吗？我是还蛮经常这样做的，我就发现大家根本就不会多看你一眼，无所谓。那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被重新训练一种模式，就是你会习惯这种不完美的感觉。所以回到这期视频的起点啊，我当时看到大家在舞台上跑掉的那个瞬间，我觉得是他们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就是要提醒我们不需要过得那么紧绷了。我们终其一生就是想体验人的七情六欲，体验人的不完美，但是我们是鲜活的生命。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的轨迹当中有没有类似的，就是要把一些事情搞砸了的一些经历，但是或者事后去想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还因为这个得到一些好运。如果有的话呢，我也欢迎你留在评论区，我觉得既是给自己的一份纪念，也是给其他朋友的一个启发。那节目的最后啊，如果这期节目你听的觉得心里面松口气，挺有趣的，欢迎你点赞订阅，也可以分享给那些追求完美、对自己好严苛搞得好累的朋友。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